第1047章报仇。见到大殿内所有目光都是汇聚在萧炎身上，那唐振也是一怔，略微迟疑了一下，开口道：“这位炎萧小友，不知你可要来试试？”他自然也是知道，这里不少人都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但在他看来，萧炎既然敢来焚炎谷，应该也是有着一些本事的吧？毕竟对于赤火长老办事的能力，他还是颇为放心的。在唐振身旁，那红衣女子也是双臂抱于胸前，美目饶有兴致地看向萧炎。她也同样很想知道，这位先前被唐振赞叹有加的青年，究竟是真有些本事，还是草包一个。既然来了焚炎谷，这测试自然是需要试试。在那众多目光注视下，萧炎微微一笑，缓缓点了点头。闻言，大殿内的一些炼药大师脸庞上不由浮现一抹嘲弄，连他们都是在那9龙雷罡火之内熬不了多久，更何况这么一个毛头小子。既然炎萧小友有些兴趣，那么便请出手吧。若是能够通过的话，那也刚好与幻大师凑成2人之数。唐振笑了笑，对于萧炎的胆气倒是有些意外，手掌一引，笑道。萧炎缓缓站起身来，目光望着悬浮在大殿半空的那团银色火焰，旋即手掌一握，一团碧绿火焰便是袅袅而起。如今萧炎对琉璃莲心火的操控几乎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般的地步，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在座的人若是光比火焰操控的话，恐怕除了那最为深不可测的唐振之外，即便是那2名丹塔的客卿长老都是比不上他。碧绿火焰的出现也是令得大殿中一些人皱了皱眉头，在萧炎特意的压制下，他们几乎感觉不到半点那从火焰之中弥漫而出的温度。如此低温的火焰，恐怕连一些斗气凝聚的火焰都是不如吧。在座的这些炼药大师虽说颇显傲气，但也并非是傻瓜，自然能够知道这种温度不可能会是这火焰的真正程度。不过至于为何萧炎要特意将火焰压制，他们却是感到极为的不解。首位之上，唐振倒是在那碧绿火焰出现时，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目光紧紧地盯着火焰。隐隐间，他觉得这碧绿火焰似乎并不简单。对于周围那一道道目光，萧炎并未在意，心神一动，一股灵魂力量便是钻进火焰之内，火焰蠕动间化为一朵巴掌大小，看上去极为精致的碧绿火莲。火莲缓缓旋转，通体碧绿，犹如上好的翡翠一般，完美无瑕的模样，就犹如艺术品一般，给人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屈指轻弹，火莲缓缓旋转着靠近了半空中的那团银色火焰，然后便是在众人紧张注视中悄然融入其中。随着碧绿火莲进入那团银色火焰，那9条火龙立刻便是有所感应，带起低沉的龙吟声响，迅猛扑来。见到这一幕，几名炼药大师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冷笑，眼中嘲弄更盛，那般模样就犹如看见了萧炎片刻后的狼狈局面一般。然而他们所期待的一幕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出现，当那抹冷笑刚刚攀爬上脸庞，便是骤然凝固，旋即大殿中众人眼睛暴突而出。银色火焰之内，9条火龙刚刚携带着凶猛之势狠狠窜进碧绿火莲周围时，便是瞬间停滞。然后众人便是见到了令得他们目瞪口呆的一幕，只见得先前还威风凛凛的9条火龙，在这一刹却是犹如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闪电般的倒窜而出。9条火龙远远窜开后，又是徐徐的游离而尽，但却只是敢徘徊在火莲周围，不断的游荡，但却丝毫不敢像前几次那般扑上去噬咬。这般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直接是令得大殿中陷入了诡异的安静。那些等着看好戏的炼药大师望着火焰之内那泾渭分明的火莲与火龙后，脸庞上的表情格外的滑稽。唐振的脸色也是在此时缓缓地凝重了许多，能够让9龙雷罡火都是如此忌惮的火焰，这世界并不多。而他此刻也是能够确定，萧炎所召唤而出的那种碧绿火焰，定然也是一种异火。火焰呈碧绿之色，异火榜上的异火似乎并没有这般色泽的火焰，唯一与之相像的便是排名第19的青莲地心火，但其色泽也远非这般浓郁。而且即便真是青莲地心火，也不至于让9龙雷罡火这般忌惮。这个青年似乎不简单啊。唐振在心中低声喃喃道，他
他倒是从未想到过，面前这位青年居然也是身怀异火。唐振身旁的红衣女子也是因为这般一幕而美目中异彩闪烁。这个看上去年龄并不大的青年，果然不是草包，不过就是不知道与其交手的话，自己能有几分胜算。想到此处，红衣女子不由得有些手痒了起来。若非是因为此刻场地不对，不然的话，恐怕就直接下场向萧炎发出挑战了。这种事她也不是第一次干了，而对于身为一个女孩子，却是如此争强好胜，就是连唐振都是感到无可奈何。大殿内的那2名丹塔克钦长老，此刻眼中也是涌上一抹震惊之色。以他们2人的见识，自然也是能够隐隐间猜到那碧绿火焰是何物。没想到，这个看上去年纪轻轻的青年，居然会拥有着异火。这若是传了出去，不知道会令得多少炼药师心动。想到此处，2人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大殿，果然是见到一些人眼中有着贪婪之色浮现。在座的人都是在中域拥有着一些名声，而连他们都是为之感到贪婪，足可瞧出异火对于炼药师拥有着何等引诱力。10分钟的时间在寂静的大殿内迅速流逝，而待的10分钟刚刚抵达时，萧炎也是一招手，火莲毫发无损地掠出火莲，然后砰的一声爆裂而开，化为一团火焰钻进萧炎手中。唐谷主，不知道在下可算是通过。收回火焰，萧炎目光依旧是望着唐振，抱拳微笑道：呵呵，这还用老夫说吗？恭喜炎萧小友了，加上你的话，老夫也算是真正凑够人了。唐振手掌轻抚胡须，大笑一声，旋即目光转向赤火长老，道：赤火，你办事还是这般让人满意，居然能将炎萧小友这等年轻俊杰寻来。闻言，赤火长老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笑容，躬声道：只是好运而已，能够遇见炎萧小友，也算是我的运气了。听得唐振的话，大殿中的一些炼药大师脸色却是有些不太自然，特别是先前出言嘲讽萧炎的那名莫大师，那脸色就犹如吃了苍蝇一般。这一幕可是他从未预料的，而且他怎么样也想不通，以萧炎的年纪，怎么可能会拥有着异火？不过是仗着一火之力罢了，没什么了不起的。莫大师嘴唇抽搐了一下，依旧是嘴硬的冷笑道：对于这个说话极其惹人厌的老头，萧炎也是极其不感冒，斜瞥了他一眼，然后转开目光，直接是将他给无视了去。唐振也是笑笑，以他的眼力，自然是能够看出这位名为炎萧的青年绝对是有着几把刷子，说不定其炼药术，在座的人能够与其相比的都是极少。诸位放心，炼制丹药时也会请大家旁观。听得唐振此话，那莫大师脸庞上冷笑更甚，目光转向萧炎，淡淡的道：虽说你拥有着异火，但若是本事不足，也只会坏事。到时候要是将唐谷主准备的那些珍稀药材给毁了的话，你可赔不起。多谢提醒，这位莫大师待会在一旁观看便好，协助唐谷主炼制丹药的事，交给我与这位幻大师便好。萧炎微微一笑道。萧炎这番暗韵讥讽的话语，直接是令得莫大师一滞，脸皮不住的抽搐，握着茶杯的手掌也是不断的抖动着，看来他被萧炎这句话气得不轻。噗嗤，那红衣女子见到萧炎一语将莫大师气的这般模样，也是忍不住的噗嗤一笑，不过却是在唐振的瞪眼下连忙住嘴。哼，大家也不用再为这个争辩了，炼制丹药的药材虽然珍贵，但以我焚炎谷的实力还是能够凑齐的，所以到时候协助老夫炼丹时也不需要用什么心理负担。唐振摆了摆手，轻笑一声道：另外，这次的丹药炼制并不算简单，所以老夫也先将话说明白，只要2位能够助我将丹药炼制成功，报酬绝对会令2位满意。呵呵，当然，若是2位有什么需要之物，也尽管开口便是。听得唐振此话，萧炎心头顿时一动，抱拳微笑道：不知这报酬之物可是包括焚炎谷的一些功法或者斗技？闻言，唐振也是一怔，若有深意地看了萧炎一眼，笑道：只要不是我焚炎谷的一些不传之秘，其他的也在其中，不知道炎萧小友看中了哪一种？萧炎心头跳了跳，直视着唐振，缓缓的道：天火三玄变。